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火线追击》。本作是1990年电子厂出品的，这个厂家也做了一些街机的游戏，包括了几款动作游戏，一款飞行射击。但是它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纸牌、弹珠台或者是麻将。这些作品80%-90%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画风粗糙。咱们平心而论，本作如果换一个写实一点或者是精细一点的画风，那绝对是神作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分别是拳、脚还有跳跃。其中的脚按前的话，可以做出一个翻滚攻击。另外，人物还可以进行跑动，发动跑动攻击或者是跑动飞踢。游戏当中的攻击道具也不少。关卡的数量是7个，每一关的 BOSS 都不相同。最后一关还有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。所以作为一款1990年的游戏，本作在系统方面、流程方面、关卡的设计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。但是就是这个画风，很多小伙伴无法接受啊。甚至它的打击感放在30多年前也是可以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小的时候玩过这款游戏，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小的时候玩这些轻版动作游戏，觉得有3款是比较像的。本作《火线追击》，再加上《沉默之龙》以及《猫王快打》。这3部作品里边，《火线追击》的品质还是最好的。猫王快打的攻击判定实在是一言难尽，沉默之龙的普通攻击也有问题，无法保护自己。好，这里打的是第1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您可以叫他大块头。所有 BOSS 的名字都是这个格式，就叫什么人什么人。每过一关都会给咱们一个奖励关，每关之后的奖励关都不一样，所以这款游戏在内容上制作真的是非常用心了。大部分的街机游戏都不会这样做的，一般就给你2个奖励关就差不多了，有一些甚至是1个，或者是没有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咱们在关卡的一开始看见有一个妹子被抓走了，她叫做希拉，是一位旧金山的警官，正在调查一个黑帮。这个黑帮贩卖违禁的药品，还有枪支弹药等等。黑帮的首领叫做疯狗，疯狗在发现了被希拉调查之后，就把希拉抓走了。所以咱们的主人公1P希拉的哥哥阿克塞尔，还有2P阿克塞尔的朋友迈尔斯，就去营救希拉。整体来看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，但是咱们这里的英雄是希拉的哥哥呀。游戏当中能够捡到的攻击道具也是非常多，枪械大概有3种，分别是手枪、霰弹枪还有机枪。
地面的道具是回旋镖，这个道具还是比较好用的，扔出去了还能回来。但是所有的攻击道具都是有耐久的。枪械类的武器也有弹药的限制。咱们的平 A 还是信得过的，可以有效的保护主人公的正面。大家注意我发动的这个旋风，本作的旋风它的设定真的是非常奇怪。一般的游戏使用 AB， 它只是消耗一次血量，给主人公一个护身的效果。本作使用 AB 之后，你碰到一次敌人就消耗一次血量，所以当你在面对大批敌人的时候，可能一个 AB 就把自己的血量给坑没了，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挨揍啊。游戏的整体难度不是很高，因为有跑动攻击的存在，走位还是相当自由。这就保证了你人物的灵活性。武器的攻击威力实在不是很高啊，甚至不如罪恶战士。场景当中能够投掷的道具也是比较多。敌人举起来之后是不能进行追打的，你只能把它扔出去。这种箱子打开了之后，里边大概率装着一个敌人。有些时候游戏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判定，就是在你平 A 之后，你再按平 A 的话，就一直是终结技，一直是勾拳，这可以说是一个良性 bug 了，能够保证你每一下都把敌人击倒。第二关的 BOSS 来了，这家伙可以叫他红衣人。虽然可能是有其他的意思，但是在本作的话，他就是穿着红衣服的 BOSS。只有 BOSS 才配有血量。血量最大显示的就是一格，如果是多于一格的话是不显示的。这就没有引入快打或者是快打旋风的血量显示机制。多于一条的话，用其他的颜色进行表示。第二关拆的竟然是这些街机的矿体啊！这也太败家了呀！都是2人的机台，全都给拆掉了。第3关开场就在电梯里边，被敌人打一下掉的血量也不多，所以之前我就说了，被多个敌人包围不要放 AB， 放了的话都不如被敌人打个10下8下的。刚才我在电梯里是把凳子扔出去了。投掷武器这个动作是有武器的情况下按跳，所以这款游戏的动作真的还是比较丰富的。你能够看出来
厂家在制作这款游戏的时候，确实是用了心的，只不过这个画风显得有些潦草。有武器还是要用，毕竟比平 A 要长一块。这就不像街机三国志那种，三国志的武器可不是什么都好用的，好用的就那么3、4款。这里我说一下，后面的坑是无法利用的。你看敌人掉下去了，是因为他血量没有了，咱们已经把他干掉了。好家伙，我清空了弹夹，可能也没干掉2、3个人啊。枪械的威力实在是有点夸张了。地面滚动的桶好像是打不了的，我自己练习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每次都受伤。这3个家伙是3兄弟嘛，之前还搞叠罗汉，我只能说他还是太年轻了呀。叠罗汉不是这样玩的，我知道另外一种玩法，比这爽多了。而且他们3个叠罗汉的时候，先下来一个，另外2个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被打是不掉血量的。好像敌人被打倒个2到3次，血量也就差不多了。第3关的 BOSS 出场，这个 BOSS 不能管他叫消防员啊，你只能管他叫纵火犯。这一下好疼，看来需要其他的方式来打他。我感觉换血的话就能赢啊！当然还是跑动的攻击对他的效果更明显一点，但这个地方就无所谓了，打完他之后就过关了。后面如果有 BOSS rush 的环节，那我可能就会使用跑动攻击，直接把他驱死。第3关的奖励关，推车。主人公我之前介绍叫阿克塞尔是吧？我应该管他叫另外一个名字啊，可惜来不及了，已经把他的名字交代出去了，而且看他的年纪也不大，算不上老啊，所以这个车推就推了吧。第4关看起来来到了码头，关卡名称的资料我没有找到，但是在游戏地图上能够看到。不是所有的关卡都是有名字的，有的只是在路上。那游戏的场景设置在旧金山，其实我觉得游戏当中还是少用现实当中的人物、时间或者是地点的名字。不过30多年前，一些小厂家可能还不太在意。大家注意，前面有个坑，刚才这个敌人就躺在坑上了，掉不下去。轻版的动作游戏，坑无法利用。
这个还是比较坑的。其实这个坑呢是一个单向坑。什么叫单向坑呢？只坑咱们，不坑对面啊。所以听起来就更坑了呀。只有咱们可以掉下去。尽管有好多的水手，还有铁钩水手，这真的是过分啊！一般只有船长才是这个样子吧。箱子当中的道具尽量往前面扔啊，因为我没有背板，所以箱子当中如果有回血道具的话，还是向前面处理比较妥当。我感觉投掷道具的伤害不是很高。拳和脚好像是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技，但是拳和前脚配合度还是很高的。第4关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平均每关的长度大概是6分钟。但是，一般这样的游戏都是前面的关卡流程短，后面的流程长。关键的时候按2下前脚，可以进行走位，还能攻击敌人，可以说是攻防一体啊。我没注意观察我能不能讲命，但是加分的道具我还是都拿了。这个地方我背靠着坑，背水一战了。这几个家伙都掉不下去，看着就让人生气啊！手里有道具，好像就不能跑了。我感觉合理啊！你攻击范围变大了，但是要付出灵活性的代价。我刚才是不是捡了一个橘子啊？没有回血，而且本作的咖啡好像也不能回血。这个真有点反常识了。大家想一下，恐龙快打，在里边捡到咖啡肯定是会回血的，虽然回的不多啊。这里是上船了，这次我没读错啊，没说错。上的船，跑动的跳脚看起来比较有气势，但是它出攻击判定感觉比跑动的攻击要晚一点，不如直接的按拳，直接一个肘击。地面的攻击道具我留着，留给 BOSS。这个 BOSS 应该怎么说呢？可能是叫糊涂蛋，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这个道具的弹药怎么这么多呀？给 BOSS 打剩了1/3格血了。BOSS 应该是力量型的，还会防御。最后给了他一发 AB。
关是打冰块。那好吧，本期的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本期是录制了前4关，下期要录制后面的3关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